在过去的5年当中，我每周运动，餐餐吃的营养均衡，垃圾食物也不太吃。好了，偶尔吃。总之，以一般人的标准来看，我的生活过得算健康了。但是，这是我的 DNA 报告，它显示我的基因罹患乳癌、卵巢癌、胰腺癌的风险显著高于一般女性。我知道这不代表我这辈子一定会得乳癌，但我想为自己做点什么。So many people think about breast cancer as find it on a mammogram or on screening and then treat it. But there's something before all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eps really is a plant-based diet. 所以接下来的30天，我要来挑战吃全素。我现在要去超市的路上，然后是购买一些素食的生鲜食材。我不确定要买什么，应该就是很多蔬菜、水果之类的吧。素食挑战的第1天，我就把冰箱里面的乳制品都换成植物性的替代品。海鲜和鸡胸肉也都不能吃了，所以都换成豆腐。当然，每天喝的蛋白乳清也要换成全素的。此外，我还买了一些素食友善的零食。最后，当然，蔬菜水果是不可少的。哦对，花生酱也是不可以忘记的必备食材。我是一个非常目标导向的人，一旦我设定了一个目标，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去达成。但素食挑战的第1周，我就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今天是我的素食挑战第7天，然后这是我的午餐，有糙米、生菜跟豆腐咖喱。我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已经连续吃豆腐吃了7天。豆腐很好吃，但是连续吃7天，我觉得很腻。我知道肉类和乳制品有很高的蛋白质，但谈到纯植物性的蛋白质，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豆腐。我的内心充满疑问：如果吃素，我这辈子只能吃豆腐吗？而且如果只吃豆类，感觉蛋白质好像会摄取不够，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决定进一步咨询专业的建议。Crystal 是一位在澳洲的注册营养师，我希望他可以帮助我更了解素食该如何吃的营养均衡。豆腐它的确是一个很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人体有9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豆腐和其他的肉类里面呢，就是有完整的这些，所以豆腐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完全代替肉类的蛋白质。不只是豆腐，就其实是所有的大豆家族里面的其他食品，包括像天贝、豆干、毛豆、豆浆、soy yogurt 这些，就是从 soy 而来的产品，都是属于完整的蛋白质。其他的一些豆类，例如像是鹰嘴豆、红腰豆、黑豆、扁豆，这些豆类也是蛋白质很丰富，虽然它们不一定是完整蛋白质，不过其实如果我们的饮食是比较多样化的话，其实就加起来也是够了。事实上，只要吃对食物，植物性蛋白质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摄取。比如早餐吃一碗加了豆浆和亚麻籽的燕麦，就有12公克蛋白质。午餐吃一盘糙米、菠菜和素肉酱，就可以摄取38克蛋白质。傍晚来一杯加了植物蛋白粉的奶昔，有25克蛋白质。就连晚上吃的点心杏仁坚果，一把也有6克蛋白质。很多人都说素食者蛋白质很难摄取，我想这可能是个迷思。但撇开这个迷思不说，到底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要摄取多少蛋白质才算足够呢？关于这个蛋白质的那个需求量，健康的成年人一般建议每天每公斤0.8到1克的蛋白质每公斤体重这样子。那其实随着我们的可能运动量和运动强度的增加呢，蛋白质的需求会要增加一点，但是呢，其实并没有可能很多人想象中的要加很多。如果说一个星期可能运动2-3次或3-4次，然后每次是30分钟左右的话，其实1克蛋白质每公斤这样其实已经 OK。那如果说运动强度偏大，然后一周可能有个4-5次这样子，那我建议可能1到1.2
就其实 OK 的了。那一般是可能是运动强度非常大，就是运动员级别的，就要再多一点，可能要上1.5到可能2克每公斤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大部分和民众1到1.2就 OK 了。的确是一个迷思因为我就是那些什么 fitness 的建议都是什么一天要吃到1.6、2克，所以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对，其实倒不需要太多。到了素食挑战的第3周，我已经可以很熟练的运用 Crystal 所建议的健康餐盘原则来搭配我的饮食。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嘛，然后大概其实蔬菜跟建议是占这个餐盘的可能1/2、1/4到1/3就是碳水化合物类，然后还有1/4到1/3呢就是蛋白质类。这个蛋白质类呢会变成是大豆制品或者其他的豆类为主，来取代了肉的部分。另外的碳水化合物类，我们可以多选择一些蛋白质含量稍微高一点的，像是藜麦或者像燕麦。这2种虽然它们是属于碳水化合物类，但是它蛋白质很高。Crystal 所建议的原则非常有弹性，我甚至可以延伸出应对不同情况的饮食方案，像是如果我自己备餐，就会用2菜1饭解决；若是在公司的员工餐厅吃，我就会增加种子和豆类摄取的多样性。要是我出门在外，无法摄取到足够蛋白质，我也会在当天下午喝1杯豆浆或是豆奶拿铁。一整天下来，我不只可以摄取到足量的蛋白质，甚至还能得到吃动物性蛋白质所没有的好处，像是低热量、高纤维和很多抗氧化成分。说老实话，我曾经也认为素食者就是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吃，饮食内容也非常单调。但是开始吃素之后，我发现素食者可以吃的选项实在太多太丰富了。中东菜的鹰嘴豆系列颠覆了我对素食的想象，植物奶做的冰淇淋跟一般乳制品版本一样好吃。公司的员工餐厅也有吃都吃不完的素食选项任君挑选，而且越来越多超市也开始引进很多素食友善的商品。但是记得要小心阅读成分，不要像我一样买错。前几天误买了一罐以为是 vegan 的蘸酱，因为它的位置就放在2罐 vegan 蘸酱的中间，然后结果打开来吃，发现里面有 cream cheese， 我傻眼，就整罐丢掉，超浪费。素食挑战来到了第4周，我开始感觉到明显的身体变化。运动方面，我的肌耐力和跑步速度都有非常显著的进步。今天跑步的状况很不错哦，平常我都是每小时跑，最快12公里，今天居然可以很轻松的跑到每小时15公里，不错吗？同时也因为吃得特别高纤，我的排便时间不再只限于早上。现在吃素30天的挑战已经结束了，我感觉身体非常的轻盈，体重上其实也有呼应我的主观感受，我的体重在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下掉了 1.7 公斤，然后体脂肪下降了 0.5%。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比过去少吃了很多高热量的甜点，毕竟大部分的甜点、面包、饼干都有乳制品，那这个素食的过滤机制就不知不觉帮我减少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热量。但说实在的，我不是很在意这些数字。我对健康的定义并不是说肌肉量越多越好，或是体重越轻越好，而是一个包括整体的体能、心理压力、疾病危险的因子、精神状态，还有营养均衡的多方面整体表现。那我觉得这些方面在过去30天我都有很明显的进步。但是同时我也不想要过度的美化我的经历，因为其实过程中我也遇到很多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在旅行的时候，天天外食真的比较 tricky， 毕竟不是每个餐厅都有 vegan 的选项，而且就算有，也可能是以蔬菜为主，不一定有足够的蛋白质。那我自己的应对方式就是找那种方便携带的蛋白质来源，像是坚果、豆类做成的零食，或者是纯植物的高蛋白棒，当做餐跟餐之间的蛋白质补充方式。另外一个困难点就是植物性的蛋白粉，因为大部分植物蛋白粉都是豆制的嘛，我发现喝完会有那种很像刚喝完豆沙牛奶喉咙沙沙的感觉，懂我意思吗？总之我后来又找到一个植物乳清的牌子，那它的成分很干净，然后味道我觉得也很不错，叫做 Lush Protein。如果你有考虑喝植物乳清的话，我会推荐这个牌子给你们。但是以上这些挑战都没有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挑战来的困难。
就是我在出差的时候，跟一群同事在一间意大利餐厅吃饭。你想想，在意大利餐厅吃全素，你注定就是要跟其他人吃的非常的不一样。我当时就吃了一盘用 Impossible Meat 做成的意大利面，对面呢就有一个同事很好奇的问我，你为什么要开始吃素？当时我就在一整个桌子都是美国人的面前，非常努力的用我最好的英文来描述我的目的是健康，而且这也是我个人的选择。同时我也非常小心的强调，我并没有觉得吃动物性产品就是不对的。但是果不其然，最后还是有个同事，他没有恶意，但是还是很坦白的说，这样我看着我盘子里面的肉类跟 cheese， 我觉得好有罪恶感。我当时真的觉得极度的尴尬，所以我遇到最大的挑战真的是在这样子吃饭的场合会引起的这种无法避免的社交压力，你懂吗？所以我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我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吃全素呢？答案是 yes and no。我会继续保持80%吃全素，20%的时间留给，比如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想要吃妈妈做的菜，我这时候就会吃荤，解释的是回忆。而且我还没找到好吃的素食巧克力，那在我找到替代品之前，我还是会继续吃我喜欢的巧克力。那如果看到这里，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吃素的资讯，我会推荐你去看《非药而愈》这本书籍，还有《Game Changers》、《What the Health》、《Forks Over Knife》这几个纪录片，连结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里面。Alright， 今天就这样子，感谢收看 ，Stay happy, stay healthy， 我们下次见，拜拜。